2023年可以算是人工智能发展大跃进的一年，亦可以说是科技界的 AI 大战吧。除了 OpenAI 的 ChatGPT 于3月份推出升级版 ChatGPT 4，各大科技公司已相继推出 AI 聊天机器人，包括 Microsoft 的 Bing Chat 及 Alphabet 旗下 Google 已宣布向美国和英国的用户开放 AI 聊天机器人 Bard 的存取权限。根据流量分析网站 SimilarWeb 的数据 ，ChatGPT 的子网域2023年2月的访问人次已达至10亿次。按维基百科数据，全球世界人口估算约80亿人做比较，即约1/8的人口访问人次。有关 AI 搜寻技术及人工智能的发展，不但于 YouTube 及新闻报道已成热话。近日，美国跨国投资银行高盛 Goldman Sachs 的经济学家 Joseph Briggs 及 David Caldmani 已发表最新研究报告，指出全球3亿个就业职位正面临被取代的风险。报告提到，研究人员根据数千种行业典型的工作内容统计，美国与欧洲有2/3的工作会受到 AI 自动化的影响，大部分的人只有1半不到的工作量会被自动化取代，应该可以保住工作，多出的时间可以从事更具生产力的工作。报告亦指出，美国的办公室行政支援人员和律师属高危群组，各被取代46%及44%的工作。相关讨论引发出约1000多人，包括科技界名人，例如马斯克 Elon Musk、苹果联合创办人 Steve Wozniak、Stability AI 创办人 Emad、Vostok 等知名人士签名，透过生命未来研究所 Future of Life Institute 发布了一封暂停大型人工智慧研究的公开信，呼吁所有人工智慧实验室立即暂停比 GPT-4 更强大的人工智慧系统的训练，暂停时间至少6个月。到底 AI 人工智能会否取代人类？目前都有2方面学者的想法，倾向同意 AI 人工智能会取代人类的学者，认同一些重复作业性质的工作会被取代。倾向不同意 AI 人工智能会取代人类的学者提出机器学习的技术仍有弱项，例如模棱两可的题目。考虑到机器学习先决是提供素材供训练电脑，若是连人类都没有标准答案的话，机器学习就没有过去可以作为依据的资料，那就没办法完成。我们就上述2方面的观点与本影片探讨一下吧。首先，人工智能是什么呢？人工智能又有什么应用场景呢？人工智能可以定义为模仿人类与人类思维相关的认知功能的机器或计算机，它可以研究人类的编制和手艺，以模仿、延伸的方法扩展至人类的智能，从而实现机械智能。使计算器也具有人类听、说、读、写、思虑、进修、顺应情形变化、处理各类实际问题的才能。在交通运输上，透过人工智能的道路监测，可以得知人们出行的举动，以计算交通流，进而就可以透过调节交通灯号等方式控制交通流量。在医疗方面，可以析核判断病患伤检，分析医学影像，以及辅助问诊和载入资料到病历系统。有没有人工智能取代人类工作的实际例子呢？例子1：送餐机器人。有没有见过这些送餐机器人呢？记得他们刚推出时，朋友都笑说这个像玩具，但时至今日，很多餐厅已开始使用。仔细回想一下，人工智能应用于现实场景，其实已是现在进行式。这种送餐机器人在新冠肺炎疫情下变得更普及化。考虑新冠肺炎疫情的情况，接受检疫人士入住的酒店以及医院隔离病房，已由机械人负责送餐、送日用品。还有现实已有大型商场及医院引入消毒型机器人进行紫外线杀菌及自动喷洒消毒。例子2： AI 女主播。再举另一个例子。 김종인 국민의힘 비상대책위원장은 최근 여론조사에서 대권주자 선호도 1위로 올라선 윤석열 검찰총장에 대해 야권은 아니라며 선을 그었습니다. 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2020年由南韩电视台发布的现首位 AI 女主播呢？女主播可24小时无间断报道新闻，而且与真人报道几乎无异。许多网友看完新闻后高呼能以假乱真了。看了2个人工智能的落地应用，人工智能真的能取代人类了吗？现在就探讨一下人工智能应用是不是没有争议。论点1： AI 道德框架。先和大家来一个思考题。假设你正在道路上驾车，旁边却突然冲出一群小朋友，眼看快要撞上了。下列的3个选择
你会怎样选？一紧急刹车救了一群小朋友，但会让后面的车撞上来，自己跟后面的驾驶者或会受伤。2. 立刻转弯，可以救小朋友，后面的车也会没事，但自己会撞上旁边的路障，可能会死。3. 直接不停车，撞上哪群小朋友，小朋友会死，但其他人安全。好吧，现在开始倒数。Time's up。你真的可以给出一个正确的答案吗？不同意人工智能可以取代人类的学者的论点之一，就是人工智能的道德框架设定。科技发展迅速，自驾车亦是科技界致力发展的范畴。然而，自驾车遇上意外时，系统设定需保留的生物排序又应该是怎样呢？简白点说，遇上交通意外时，系统需保留行人或是保留乘客，保留人类或是保留宠物狗。这不就是女生常提出的问题，我和你妈同时掉进海里，你会选择先拯救谁的难题吗？2018年研究员艾德蒙·阿瓦德博士 Edmund Watt 就自驾车伦理议题所做的模拟实验，道德机器实验 Moral Machine Experiment。这个实验的主要目的在于探知民众对于自驾车行为的伦理偏好，并希望实验结果可能有助于订立全球或社会可接受的机器行为伦理规范。在此实验中，研究团队发现，在共同偏好的部分的分析，参与者们在保留人类、保留年轻人与保留多数生命较其他项更具明显差异的伦理偏好。虽然这三者为实验多数参与者的共识，不过这三项选择在伦理学家间亦存在不同程度的争议。最后 Edmund Watt 总结，依据实验资料可得，参与者对于陷于道德困境的自驾车抉择有3个明显的偏好：人类优于宠物，多数生命优于少数生命，年轻人优于老年人。虽然尚未经决策者的认可，但可作为日后发展自驾车伦理规范的基础。实验只是实验，现实应用又有谁可以落实这个抉择呢？就如刚才问大家的情景题目，开车时突然冲出一群小朋友，人类也不一定知道正确的答案是什么。那工程师又如何建立一个统一的标准，由机器人执行呢？论点2：人类情感及情感运算。不同意人工智能可取代人类的学者一提出的论点是，人工智能始终不会拥有人类情感。同时，要发展人工智能的情感运算涉及个人因考虑。更重点的是，人类仍期待有温度的互动。第一，人类情感涉及身心层面，每个人对情感的看法也存有一定程度的差异。专家也不一定能完全掌握人类情感和行为的关系，因此，人工智能的模型训练的过程亦会有偏误。如果单纯依靠人工智能研究者的开发，该数据及预测或存在偏误。再者，训练者都是人类，因此人类是不可取代的。第二，搜集训练的资料潜藏隐私问题，各国也持研究及讨论相关立法，这样亦使人工智能情感运算的发展受阻。除了理论实践上的考虑，更值得关注的是，人类仍期待有温度的互动。试想一下，若整个世界都只由人工智能运作，人与人之间都不互动，这样可行吗？2019年至现在，新冠肺炎大概就是一个最好的实例。解除居家隔离后，大部分人第一时间会想到的，仍然是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不论你同意或不同意人工智能会取代人类，无可否定的是，人工智能的发展确实已现实化。送餐机器人、消毒机器人、ChatGPT 等都不再只是想象或电影桥段。向好的方面，我们可以享受这个科技发展的年代，学习更快捷、更方便，生活亦更便利。如果你可以选择一个人工智能发展的功能，你最希望的又是什么呢？欢迎留言互相讨论一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分享，想知道更多 ChatGPT 及 AI 发展及任用，请 Like、Subscribe、Share 我们的频道及影片。小编将持续为大家搜寻及更新有关 ChatGPT 及 AI 发展